屏幕前小色鸡们，你们好啊！先看一下 SP 千机的建模啊，它建模在网上的舆论褒贬不一，有人说它很好看，有人说它元素堆砌的太过于繁杂了，不知道屏幕前的你对它是一个怎样的评价？我也给大家听一下它的语音是什么样的，先来听一下日配。日配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来听一下这次中配怎么样？你见过有生之海的雪吗？那是生命的余光。那不知道大家更喜欢日配还是中配呢？大家也可以在弹幕里面发表自己的看法。接下来展示一下他的技能，普攻没有什么好说的，做屏幕前的所有人都不要加到他的普攻。二技能可以让千机自身获得永久的溪流的祝福，主动释放二技能可以让一个友方获得2个回合的溪流的祝福。这个溪流的祝福有什么用呢？拥有溪流的祝福的友方单位可以在受到控制效果的时候直接变成冰雕来保护自己。那千机受到的彼岸花的控制，直接变成冰雕。然后千机的行动条没有任何改变，到了千机的行动回合，千机直接行动。我们现在给白蛋套上一层溪流的祝福，白蛋受到山童的硬控效果，直接变成冰雕，然后白蛋的行动条不会因为变成冰雕受到任何影响。到了白蛋的回合，白蛋该行动还是会行动。除此之外，主动套溪流的祝福给被控制的单位，也可以直接解除掉被控制单位的控制，相当于场上的式神只要有溪流的祝福，基本等于免控状态，但是它免除不了大月丸的放逐效果。个人实测下来，溪流的祝福的解控机制和压天狗的解控机制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相当于就是千机以及千机赋予溪流的祝福的单位基本上处于一个免控状态了啊。那溪流的祝福还有其他什么效果呢？拥有溪流的祝福的单位在阵亡的时候会换来一只永夜晶，永夜晶存在的时间呢持续2个回合。在行动条上的永夜晶每次行动的时候都会给全队带来1点鬼火，并且为全体友方附加千机攻击 98% 的护盾，并且在变成冰雕期间受到伤害的时候会获得等量的护盾，持续1回合。而且携带溪流的祝福的单位如果生命小于 80% 时立刻变成冰雕保护自己。我们来看一下中间这个拥有溪流的祝福的白蛋阵亡后，变成永夜晶，永夜晶行动的时候给全队打1点鬼火，并且给全队加盾。然后现在左边这一个白蛋，它的血量已经低于 80% 了，我们给它一个溪流的祝福，它就直接变成冰雕来保护自己了，并且有冰雕的单位在受到伤害时是会给自己套盾的，这就是千机2技能的所有机制啦。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3技能，它的3技能很强势，可以直接让它在套娃阵容中把须佐之男给优化下去。3技能可以让千机先机获得一个持续2回合的幻境。那么这个幻境有什么用处呢？用处有3点。第一个用处，在幻境中所有友方技能鬼火消耗减少1点。第二个用处，在幻境中所有友方对敌方造成非传导伤害的时候，千机会记录这个伤害的 30%在一层名字叫做海凝的地 buff 里面，然后最多可以记录9层海凝。第三个用处，如果千机在幻境中再主动释放3技能，不仅可以延长幻境存在的2回合的时间，还可以召唤来一只极昼精。极昼精在行动的时候会直接打出海凝所有的记录伤害，并且极昼精在行动的时候还会为敌方生命比例最低的3个目标附加上1层海凝。其实幻境还有第4个用处啊，但这第4个用处不太关键。幻境中非召唤物的敌方目标回合结束后，极昼精和永夜精都提升 10% 的行动条。虽然我个人觉得刚刚已经把他的3技能讲得很清楚了啊，但是还是给大家实战一下，大家就看得更清楚更明白一点。首先先机3技能可以释放一个结界，在这一个结界中所有式神的技能的消耗鬼火呢减少1点，
然后在结界中，如果攻击敌方目标，会给敌方目标叠上一层海凝。这个海凝呢，最多可以叠9层啊。来，那再攻击一下就叠上2层了。而这个海凝要怎么打出伤害呢？我们千机如果再行动，就可以召唤极咒晶。极咒晶一行动，就可以炸出这个海凝的伤害。同时，极咒晶的行动也可以给敌方生命最低的3个目标附加上海凝，然后敌方一行动可以给这个极咒晶和永夜晶拉条。怎么样？展示的是不是很清楚啦？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实战过程当中，千机的所有伤害来源都是极咒晶打出来的，而极咒晶呢，并不吃千机的御魂效果。我带上海月火玉给他试过了，极咒晶无法触发海月火玉，所以千机的御魂堆法呢，就 PVE 御魂堆法，我个人建议堆散件给极咒晶带来更高的面板。以下文字就是千机这一只式神所有机制的简要概括，大家可以截一下图，自己慢慢消化一下。看到这里，千机的技能相信大家都已经看明白了。那么它在实战中有什么含金量呢？ PVP 斗技相关的就交给夜神月、饭宝鸽子之类的了我只跟大家说 PVE 相关的，不卖关子了。它在 PVE 里可以把套娃阵容里的须佐之男给替代掉，并且整体伤害要高于须佐之男阵容 20%到 30%。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套传统套娃阵容的面板，面灵器海月火玉爆伤面灵器，须佐之男海月火玉土蜘蛛须佐之男，帝释天屠佛的，然后石灵，然后阴幡辉夜姬。攻击走的是攻击流爆伤路线，可以算是一套极品的套娃阵容了。打的木桩是模拟超鬼王的防御力1000点的木桩。直接给大家放结论吧。3分钟传统套娃阵容呢，这一边是打了7000多万的伤害这须佐之男已经尽力了。来看一下最后伤害是7200万这是传统套娃阵容的一个伤害。那么为什么对单套娃阵容里千机能成为须佐的上位替代呢？因为套娃阵容须佐之男的主要作用呢，其实是给面灵器提供记录伤害的主要伤害来源是面灵器，而千机不仅可以自己给面灵器提供伤害来源，而且可以充当掉队伍里的打火位置。也就是说，千机一个人不仅可以替代掉须佐之男，还可以替代掉阴幡辉夜姬。也就千机一个人把须佐和阴幡的活都给干了，那么这时队伍里就空缺出了一个位置。这个空缺的位置，我们可以用鬼女红叶的夜镜进一步提升 SP 面灵器的伤害，或者我们可以用丑时之女的草人进一步提升石灵的伤害。我来给大家实战一下。刚刚的须佐之男阵容里面 SP 面灵器炸一下是240万的伤害。现在我们把须佐之男和阴幡辉夜姬都用千机给替代了，然后上一个红叶提升一下 SP 面灵器的伤害。我们看一下它炸一下是多少。嘣，380万！5层夜镜的加持下 SP 面灵器这提升的不是一点半点最后千房的 BOSS 3分钟打了9500万的伤害，差一点就破亿了。我如果配速再好一点，应该能直接把对面的黑蛋给打死了，真的。刚刚那个9500万伤害是我手操千机打出来的一个极致伤害，那如果我挂自动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超越须佐之男阵容很多的自动这一边是打了8900万的伤害相当于是超了须佐之男阵容 20%， 手操的话能超 30% 多。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说了，超鬼王中很多6星的 BOSS 的红叶的夜镜是被6星 BOSS 免疫的，那怎么办呢？那其实你这边可以上一个丑时之女来提升一下石灵的伤害，也是要超越须佐之男阵容 10% 的。目前呢，个人实测下来千机的空缺位是加入丑时之女还有红叶2只式神是正向提升的什么加入仙女加入复古青姬什么加入元节神这些我都给大家试过了，都是负提升，只有红叶还有丑时之女是正向提升那这个时候或许你就要问了，老骚鸡，
千机可以在长线对单中取得 T0 位置，那么它在长线对群中怎么样呢？很遗憾，它的长线对群能力非常不尽人意，原因一共有3点。第一个原因啊，就是它的打火能力再怎么还是比不上 SS2 千机或者英翻辉夜姬这样专职打火的式神的，这就导致了如果我们对群阵容只上一个 SP 千机就很容易断火，但是我们 SP 千机和其他打火机一起上又会造成很大的浪费。第二个原因，现在长线对群的队伍实在是太饱和了，你不可能把伊邪那美换掉吧，你不可能把 SP 元劫神换掉吧，你不可能把寻香型换掉吧。寻香型好像还是可以换的，但是换的寻香型收益还是会下降。第3点，还记不记得敌方行动会给极咒金拉条？如果对面的怪物太多啊，那么极咒金就会一直被拉条，一直被拉条呢，就我方的紫色心情就一直叠不上去，那千机炸出来的伤害也会变低啊。千机的伤害变低的同时，它的动画还浪费时间，这就是千机不适合长线对群的3个原因。当然，以上的一切只不过是初体验千机得出来的结论。目前能够肯定的就是他在长线对单中已经把须佐给爆掉了啊。然后呢，他长线对群后续会不会有更好的阵容？我们后续也研究一下。视频的最后给大家带来千机套娃阵容打千防 BOSS 的全过程啊，全过程3分钟。我开的全自动，如果不开全自动的话，伤害还能再提个10%左右，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如果心急的话，也可以开一个快进看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最后祝你欧气满满，身体健康，再见。别暗示。私たちが送った仮面は外さない。もういいかい？海潮将为你带去新生，这是大海的力量。经络万物生。一人芝居終わらない。别暗示。もういいかい？去新生经络万物生。私たちが送った仮面は外さない。もういいかい？海潮将为你带去新生。一人芝居終わらない。万物生。别暗示。もういいかい？海潮将为你带去新生经络万物生。私たちが送った仮面は外さない。去吧，もういいかい？海潮将为你带去新生。一人芝居終わらない。别暗示。经络万物生。もういいかい？私たちが送った仮面は外さない。海潮将为你带去新生。もういいかい？经络万物生。一人芝居終わらない。别暗示。海潮将为你带去新生。もういいかい？经络万物生。私たちが送った仮面は外さない。もういいかい？